行了，这个危险了，这个危险了，基本上连续的中弹来一个20多次的中弹，手拿起来挺有机会的。荷兰拳王一夜之间 KO 3名中国搏击猛将，还声称要称霸中国拳坛。那在此之前，他在其他国家已经拿下了非常傲人的成绩，曾经击败过日本格斗天王磨砂豆和泰拳王子波球。巅峰时期的他在世界拳坛都难逢敌手，更是有人称他是一个恐怖的擂台杀戮机器。他就是荷兰顶尖拳王克劳斯。那就在克劳斯即将要称霸中国拳坛时，我们的军人拳王周志鹏霸气应战，势必要杀掉克劳斯在中国拳坛的傲气。那这场比赛两人都是实力型的选手，精彩程度自然不必多说。那就让我们期待一下双方选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好的，那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那这场比赛是中国对战荷兰，红方选手红色拳套就是我们的周志鹏，另一边蓝方选手蓝色拳套就是荷兰的克劳斯。可以看到现在两个人开场之后开始互相的去试探，虽然说是试探，但是这个拳出的还是比较重的。因为这个不是优势的，但是保持的状态非常不错，的确是。周志鹏呢这2年呢也一直随着比赛啊，他的经验积累的经验，我觉得也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时刻啊。我觉得两个人真的是有一打，到这种爆发期了啊，爆发期了啊。没错，尤其是关于这克劳斯啊，他这个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再去口水去介绍他过去的辉煌经历，因为在拳迷和格斗迷眼中，他就是曾经神一般的存在。他名校一长串的冠军头衔，如今这场比赛大家可以看到两个人的身高差距并不大啊，两个人基本上是一边高，而且这个实力都是相差不多，所以说两个人开局之后打的都比较稳重，没有去贸然的出击。那这种实力的选手，可能每一拳的失误对他们来说都是致命的，所以说一定要加倍的小心。那么在这个时候，克劳斯作为初代的推拿王者，那么在我们这 WF 的擂台上，我们希望周志鹏能打出自己的风格。这场比赛胜负不重要。对，虽然他们这个年纪相长，那可以听到台下观众啊都在为周志鹏加油鼓劲儿，这个欢呼声非常的大。那现在周志鹏也是加快了自己出拳的这个速度，给足了这个克劳斯压迫感。克劳斯，其实双方这个风格还是很相近的啊。因为周志鹏曾经是这个拳击冠军啊，拿到过世界军人拳击联合会的冠军。那么据我了解，这克劳斯实际上他从2010年到现在开始，有正式参加过5场职业拳击比赛，在德国，而且他上一场比赛是10月份，击败了一场最近击败了一个有过48场职业经历的，当然是这个胜少负多的这种选手。那由此可见，其实他这种拳击能力还是很强的啊，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双方又进入了王老师说的这种中近距离的高手对决。高手对决，一般这高水平的都是打中近距离。因为在这个距离，如果自己把握的好的话，是非常容易对对方进行重击的。对，那这一下的挥拳，周志鹏可能是打到了克劳斯的眼睛，但是问题不大。现在比赛继续，可以看到现在周志鹏这个防守做的还是比较积极，让这个克劳斯根本就攻不破。对，力量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漂亮、非常好看的拳击比赛。我们都知道，克劳斯曾经在我们的2013年曾经1挑3，就是用这种斜上的勾拳的击法。而且那一场比赛就是周志鹏很遗憾的没。这一下周志鹏被踢到了这个膝盖的内侧，一下是失去了平衡。那这一下一定要防守一下克劳斯的这个下半身的攻击，这个腿法还是比较犀利啊。好的，那现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已经结束，那这回合两个人打的都是比较稳重，但是我们期待一下稍作休息过后，周志鹏第二回合会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好的，那现在第二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那这回合看一下双方会采取什么样的战术。那毕竟在第一个回合两个人打的都是比较稳，比的这种有经验的老选手，你通常都会对如果没交过手的选手都会在第一回合进行试探啊，一个掌握啊。我在这个赛前呢，就是见到周志鹏，我问他你现在状态怎么样？周志鹏说现在身体啊就像有炸弹在里边存着一样。他说我现在就尽量再静起来，让自己把所有的这个力量都爆发在擂台上。那这回合上来之后，这个克劳斯是出现一个犯规，击打到了这个周志鹏的后脑，看起来问题不大啊。双方现在比赛继续。裁判提示了他一下，我相信他不是有意为之。没收住。我们看到克劳斯这种强点的选择啊，只要周志鹏把手抱起来，马上就对两肋进行打击。
而且克劳斯这个防守非常严密，对，像在近距离推进。近距离两人对攻的时候，他那个上勾拳啊，对周志鹏腹部那个打的应该还是很重的。刚才那两下，可以说双方，特别是周志鹏啊，在腿法上其实不对克劳斯造成特别大的伤害，或者对克劳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原来是拳击运动员出身，漂亮。可以看到现在周志鹏连续的去砸拳。现在周志鹏的这个进攻态势非常猛烈啊，但是被这个克劳斯击倒了，这个可能是出现了一个失误。那现在可以看到，现在周志鹏的这个进攻欲望非常强烈啊，连续的去击打。天王级的人物克劳斯啊，以前是不敢想象的能打成这种局面。那王老师，您觉得现在我们中国选手为什么突然这么快的能提高一个这么高的档次？我觉得还是一个这种赛事的平台，提供了一个这样赛事的平台，一个经验啊，包括一个氛围啊，包括我们现在的训练条件，包括引进的一些国外的一些训练技术，种种原因，包括现在呢，主要是一个运动员的态度上啊，心得上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还有一个就是对自由搏击的理解，我觉得更深了。那现在第二回合的这个时间也快要结束，双方这一回合依旧是打得难解难分啊。现在周志鹏主动去进攻，但是出现了一个失误啊，一定要小心这个克劳斯的下手。马上进肋，而周志鹏只要外侧打不着，马上进入直线的上勾。两位选手这个变化都非常的多啊，变化非常的快。掌握能力也非常强。对，我觉得周志鹏不应该这样跟这个克劳斯拼，这是克劳斯的阵地，克劳斯的领域。克劳斯他就擅长于这种面对面正向的这种进攻。没错。他这个克劳斯左右侧滑没有，这时候我觉得周志鹏其实可以往外走一走。现在最后的不到10秒里，周志鹏连续的进攻，果然是利用这个出其不意的打法来制胜对手啊。那这一局在这个最后拿到了很大的优势。现在第二回合的比赛已经结束，那这回合依旧是没有分出胜负啊，没有分出高下，两个人打的还是差不多。但是我们期待一下第3回合周志鹏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对，随时都可能爆发，从他们那个臂围就能感觉到他的力量非常大，是吧？好的，那现在第3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那第3回合也就是本场比赛的最终局啊，这一回合双方都不会去留手了。那这一回合一定会是非常的精彩，因为这不是一场晋级战。那看一下现在周志鹏主动的去进攻，那在最后一个回合完全不用考虑这个体力的消耗，那拼尽全力拿到更多的优势就足够了。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进攻的猛烈之后，克劳斯的这个搂抱次数也明显变多。没错，周志鹏面前的就是天王之克劳斯，2年前没能遇到的对手，现在站在台上，他要怎么面对他呢？王老师，你看现在双方的这个局势走向啊，已经进入白热化了。那他们的技术有什么变化？因为前2局来说，他的技术还更多一些啊。第3局因为很关键了，所以说2个人都想抢这种点，反而2个人移动少了，都想去来打这种阵地对攻，阵地对攻的。但我感觉阵地对攻好像克劳斯越来越有点抓住感觉的这种样子。那现在可以看到周志鹏连续的进攻，直接是把这个克劳斯怼在了笼边。那这个周志鹏的抗击打能力也是非常强啊，刚刚这个克劳斯也是连续的重拳，但是周志鹏就像没事人一样。我现在可以看到互相的去换拳，每一拳都非常重啊。炸药已经开始狂轰滥炸的宣泄出来了。是的，没错。而且我们知道周志鹏他是一名意志品质非常顽强，而且抗击打能力相当出色的选手。可以看到2个人现在体力消耗都差不多了，这个到最后的关头2个人其实都很累啊，就看谁更能坚持，谁的意志力更强。擅长坦克推进的这种选手，所以这场比赛让我们看的啊，这感觉是满天飞的都是刀的感觉啊，应该都是炮弹吧？这个是全炮太正了，双方全是正拳开路。我觉得周志鹏是在向以拳。我可以看到周志鹏再一次连续的去出拳，可以看到每一次在克劳斯挨揍之后都会去努力的反攻啊，为了是不让双方的这个分数差距过大。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克劳斯的搂抱次数更多了，还是利用这个方法来拖延时间啊，改变一下这个周志鹏的进攻节奏。这次他的短裤上出现了我们中国国旗，我们也觉得克劳斯可能体会到我们观众的这种热情。双方在这个最后这一回合已经可以完全宣泄出来了。这个时候双方体能下降，这个时候就是完全拼这种一直在撑，在撑。
那王老师，您看现在这个谁比较有优势？我完全看不出来。我觉得双方，我更希望他们有加持。好的，现在再一次周志鹏连续的进攻，好像现在双方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现在周志鹏的这个出拳可以看到非常猛啊，都在利用最后的时间去猛烈的进攻。好的，现在第3回合的比赛已经结束，那整场比赛已经结束之后，双方并没有产生 KO， 让我们期待一下最终裁判的一个判决结果。那最后周志鹏也是利用这个点数的优势，赢得了荷兰最牛拳王克劳斯，也是为咱们的中国拳坛争了一口气啊。好的，让我们恭喜周志鹏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